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却进了所贵族高中。校园里的4个男神为了找乐子，开启了一场疯狂追求我的隐形直播。校园论坛上是无数双恶意窥视的眼睛，所有人都在打赌我最后会跟谁在一起，亦或者4个都要。殊不知这一世我是带着系统来的。我刚踏进教室，周围的学生在看到我后都纷纷低下头，拿着手机疯狂打字。来了来了，直播开始了！真不知道等下哪个帅哥先上场。4个帅哥换成我1秒钟沦陷，也不知道这些男神校草们发什么疯，非要便宜这个土包子。你懂什么？别的学校都是一个校草，咱们学校4个，当然是谁能先拿下土包子，谁就是当仁不让的第一校草。笑死！这个土包子该不会4个都想要吧？一想到他在4个帅哥中间，像个猴子一样上蹿下跳，我就莫名恶心。上一世我不知道这场在我身边的赌局，被4个人编织的谎言围绕，最后喜欢上了清冷禁欲的学霸陆世赫。在我表白的那一刻，学校的所有人都在看我的笑话，他们一个个吐出恶意的诅咒，骂我不知廉耻，还把我被4个男生哄骗的视频上传到网上，引发新一轮的网暴。我在绝望中向4个人求助，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为我说一句话。满头红发的校霸秦放朝着我吐了口唾沫，温柔校草林燕青充满怜悯地望着我。陆远晨一边拍着篮球一边嘲讽我，我只能把求助的目光放在陆世赫身上。他虽然整个人冷冰冰的，却从未真正伤害过我，不主动也不拒绝。然而在接收到我求救的目光后，他只是冷冷看着我。江小莫，喜欢我是你自己的事，我从来没说过喜欢你。我整个人彻底崩溃，最后从教学楼顶一跃而下，结束了我这可笑而又悲惨的一生。重来一次，我无视了那些投向我的隐秘目光，径直走到角落里自己的位置，从抽屉里抽出了课本。课本不知道被谁撒了牛奶，拎在手里湿哒哒的。这样的恶作剧不止一次了。我把抽屉里的书一起拿出来摆在桌面上晾晒。就在我又拿出一本练习册时，一只戴着骷髅戒指的手伸了过来，捏住了练习册一角。谁干的？男生朝着四周瞪了一眼，对着班里看戏的学生吼了一句。顿时直播上的弹幕上一片起哄。我放哥太逗了，明明是他指使着自己小弟把江小莫的书弄湿的，这会儿一本正经的样子真的好入戏。放哥追女生的手段好小学鸡啊！但我莫名被戳到，江小莫现在一定感动坏了吧？我低着头勾唇冷笑了下。不同于上一世，这一次系统将他们那些恶意的评论都在我面前展开，虚拟屏幕上一片哈哈大笑，所有人都在加入这场凌虐的狂欢。他们以为他们是猎手，殊不知高端的猎手往往以猎物的形式出现。秦放喊了半天，身边的女孩都没有半点反应，他骂骂咧咧放下狠话，别让我逮到你们光会欺负女生的垃圾。他正想低下头安慰我几句，冷不丁的撞上我红了眼眶的眼睛，我一句话也没说，就那么静静看着他。偏偏秦放的心忽然抖了一下，他拨了下那头火红的头发，有些不安地转过眼。江小莫，我帮你警告他们了，以后我罩着你，他们不敢拿你怎么样的。我沉默了一瞬，轻声说了句谢谢。秦放不好意思地转过了头。就在我们说话的间隙，林燕青走进了教室，他勾着唇在教室里扫了一圈，就转身坐在了离我最远的位置。直播屏幕上又在哈哈大笑了。我燕哥离那么远，不会是想玩欲擒故纵吧？你走的是暖男人设，离那么远是怕把土包子暖化了吗？就在弹幕不停滚过时，秦放忽然轻嗤了声，真是个装货。他凑近我，用只有我们两人听得到的声音说，江小莫离林燕青远点，他这人风评不太好。四周几个隐形跟拍器把他的话一字不落地拍了进去。林燕青低头朝手机上看了一眼，脸就瞬间黑了。我天，四个男神里风评最不好的就是放哥吧？他怎么敢当面黑我燕哥的？这就是传说中的雄竞现场吗？没看见我燕哥的脸都黑了。在秦放有意凑近距离时，我悠悠地往上推了推黑框眼镜，表情要多认真有多认真。秦放同学，虽然你刚刚帮了我，但是背后说别人坏话是不对的。林燕青同学是我们的班长，请你说话时不要带入个人主观情绪。秦放被我倒打一耙的话一噎，整个人像吞了一只苍蝇一样。要搁以前他的臭脾气早就骂开了，现在他只是把手指一根根蜷缩着收起来，深呼吸了一下，违心夸我。小莫同学说的对，我不该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。我隐在黑框眼镜下的眉毛挑了挑，再抬头就看到林燕青已经坐在了我前面的位置上，他的手里有一个很漂亮的小蛋糕，还有一瓶牛奶。林燕青装作不在意的样子，扭过头朝我露出一个笑来，嗨嗨，你吃早饭了吗？我这里还有蛋糕和牛奶，送你。谢谢班长，我已经吃过了。我认真抬头望向他，早饭吃小蛋糕不健康也不顶饱，班长爱吃甜食的话记得定期查一下血糖，你还这么年轻得了糖尿病是一辈子的大事。我主打一个油盐不进。林燕青的脸上写满了一言难尽，秦放反倒哈哈大笑，终于让林燕青也吃瘪了，他刚刚那一口赌下去的预期也跟着散了。就是班长，小蛋糕还是你自己吃吧，我和小莫可不敢吃，怕得糖尿病。秦放笑得丝毫不顾及形象。林燕青眯了眯眼，反唇相讥，我这个蛋糕是特意买给小莫的，哪像你找了几个人把牛奶洒在别人，追人就追人，公平竞争而已，但最怕的是互踩痛脚。他未说完，秦放猛地一拍桌子站起身，林燕青，我忍你很久了。两人一言不合直接互相揪住了对方的衣领。我默默拿了本英语书跑到走廊上背单词，教室里乱成一团，还有桌椅板凳被推倒的声音。公屏弹幕上一片加油声，真打啊，确定没剧本。我方哥真的太想当校草了，也太拼了吧。
范哥你下手轻点，难道就没人在意燕哥那张脸吗？等到秦放和林燕青两个人脸上挂了彩，笑论坛的直播评论区才有人发出疑惑，江小莫呢？光顾着看雄竞土包子去哪儿了？在一片质疑声中，终于有人注意到另一个镜头里我的身影。只见我嘴里念念有词，一边背单词一边跳脚，丝毫没有被教室里的动静分心。就在众人的围观讨论声中，一只冷白皮的手插入了直播镜头，陆时赫那张清冷禁欲的脸也进入了众人视线中。Ambition A 的发音有问题，应该是从 A 到 E 的一个滑动。陆时赫示范性读了一下，又示意我自己试试。我以前只在乡村中学就读，老师的发音也带着很重的口音，现在有了这个免费提示，我开始一遍遍练习起来，一边跳脚读单词，一边不断调整自己的发音。而弹幕已经炸了，我的石飞又蠢又欲，比前面两个互殴小学鸡 A 多了。光看着他那一截手臂我就要喘不上气了。要是男神能这么手把手教我英语，我哪能学不会啊？就这一波我挺石赫哥，他不拿下土包子谁拿下？楼上是不是忘了陆时赫那个双胞胎弟弟，阳光开朗大男孩？说不定土包子吃这一挂的。我淡淡瞥了一眼弹幕，又收回目光。上课铃响了，我简单向陆时赫道谢，再次回到自己的座位上。秦放和林燕青因为打架受伤，直接去了校医务室。我不为所动，该刷题刷题，该听课听课。我这副做派反倒让那些秦放党和林燕青党看不过去了。上午第3节课课间，一个眼稍微挑的女生扬着头走了过来，是秦放的头号迷妹，叫施媛媛。她上下打量着我眼中的轻蔑，简直要呼之欲出。秦放和林燕青因为你打架，你应该很得意吧？我用看傻子的眼神看了她一眼，没说话。施媛媛更生气了，她一把抢走我手里的书，你这女生怎么这么没心没肺？秦放的眼睛都青了，你难道不该去看看她吗？我抬起头看着她，首先他们打架不是因为我，而是因为秦放嘲笑班长吃小蛋糕。其次，虽然秦放说他会罩着我，但打架是不对的。我的朋友应该勤奋好学，而不是天天打架。我会去看他们，但不是占用学习时间，而是下节体育课。我说完这些，淡淡的望着他，还有什么问题吗？施媛媛气的胸脯起伏了几下，直接一个转身走了。等到体育课时，我慢悠悠走下阶梯。我知道很多人都在默默注视着我，但越是这种时候越该若无其事。他们越想看我为爱癫狂，我就越要独立清醒。在经过校篮球场时，我稍稍驻足了一瞬，篮球场上的男生们挥汗如雨，其中一个长得跟陆时赫一模一样的男生刚完成了一个高难度的3分球，赛场上欢呼如雨。我只驻足一瞬，便撇开目光继续往前。就在我迈开不过3步时，身后的篮球裹挟着风声朝着我脑后砸了过来。我微微偏头就躲开了那颗篮球。喂，那位同学能不能把球递过来一下？陆远晨隔着栅栏朝着我笑了下。同陆时赫的清冷禁欲不同，眼前的男生笑得很开朗，露着一口白牙，是那种让人好感陡增的运动风男神。我扫了他一眼，拾起篮球朝着他丢了过去。篮球带着巨大的冲击力砸在陆远晨怀里，他后退了2步，眼眸中露出一抹惊愕，显然没想到我力气这么大。等到再看我时，我已经脱离了他的视线范围。救命！我居然在运动男神陆远晨的眼中看到了震惊。球该篮球的受力分析和冲击强度，有一说一，土包子的反应很快，要我站在他的位置，根本躲不过那个篮球的袭击。在所有人的热烈讨论中，我终于抵达了医务室。医务室里，秦放正百无聊赖地吃栗子。等到看见我，他立马乖乖坐好，收起了身上那股浪荡劲儿。小莫，你是来看我的吗？施媛媛让我来看看你。我指了指他的眼睛，还疼吗？不怎么疼了。秦放秀了一下自己的肱二头肌，在学校里我可是打架第一。他犹豫了一瞬，想起之前我说过自己的朋友应该勤奋好学的话，开口道：小莫，我一直想找个家教来着，你学习这么好，愿意当我的家教吗？时薪500不够在家，我确实需要钱。就在我似笑非笑看着秦放时，另一道声音从帘后响起：算我一个时薪1000。随着隔挡被扯开，露出另一张床铺上躺着的林燕青。我有些为难地看了一眼秦放，后者又跟着加起价来，我2000，眼看着两者又要吵起来，我唇角含了些无可奈何的笑。既然这么爱学习那起啊！我这话一出口，秦放和林燕青的目光一起扫了过来，还记得周围的隐形跟拍器。我找好角度，露出个自认为很友善很单纯的笑来。我是很穷也很需要钱，但我不能乱拿你们的钱，我只拿我该拿的那一部分，按市场价走，你们2个每人每小时100就行。高中的补习费比这个标准高得多的是，但我要让所有人知道，我江小莫跟其他贪图男人钱的女人不一样，我是无辜的、单纯的、善良的，哪怕我将来某一天被他们活活逼死，我也是迫不得已的。他们这些抱着手机看着直播的人，每一个都是间接害死我的凶手。秦放和林燕青互相看了对方一眼，异口同声答应下来，成交。教学楼西边的自习室是专门提供给这些家中势力庞大的在校生的。虽然秦放和林燕青很少来自习室学习，但有一个学生却是这里的常客，那就是陆时赫。晚饭后我有1个小时的自由时间，刚好可以给秦放和林燕青补课。带着叽叽喳喳的2个人刚踏入自习室，我就看到了陆时赫那张清冷禁欲的脸。他坐在靠窗的位置，暖熏的灯光打在他的脸上，莫名带了一层闪耀的光晕，让人的视线难以移动。我忽然朝着身后的2人比了个噤声的手势，一起坐到了
自习室的最后排。我找出2份数学小测题给了他们2个，你们先把选择题做一下，我看看你们这一块掌握的怎么样。林燕青乖一点，拿到题就开始计算。秦放是个不学无术的，他高中3年无非就是染发和用拳头砸人，若要真能静下心来学习，那他也就不是秦放了。只见他拿起小测题刷刷刷，不到10秒就写完了。写完他把笔一搁，就开始转着玩手上的骷髅头戒指。这么快？我挑了挑眉，眸中玩味。秦放理直气壮，3短1长选1长，3长1短选1短，一般长就选 C。妈妈呀，原来放哥跟我的数学是同一个老师教的，果然还是年级倒数第一，有实力。在弹幕一片哈哈哈的笑声中，我开始批改秦放的数学卷，很好，12道选择题他只对了1道。林燕青的卷子要好一些，不过也就比秦放多写对2道而已。我无奈的摇了摇头，开始从第1道题给他们讲，每一道题涉及的知识点延伸出的相关补充，怎么样快速有效规避错误答案。明明很复杂一道题，却被我清晰明白的讲出来，到最后林燕青都能快速找出该题型的答案。最难得的是，就连不学无术的秦放都听了进去。跟着一起守在直播间的学生们原本觉得无聊，可在听了我的讲解后，一个个震惊了。我靠，我居然听进去了，还弄懂了。这么一比，我家时薪1700的家教就是个渣渣。我们老班要是也能讲这么清楚，我早就考年级第1了。等等，你们难道没发现土包子在讲题时整个人好像在闪闪发光？我突然就觉得他也不是那么丑了。虽然不想承认，但不得不说学习是土包子的绝对领域，不然咱们这所贵族学校也不会把他特招进来。除了英语发音不标准外，他好像每一科都强得厉害，也不知道他跟陆时赫谁更强一点。坐在靠窗位置的陆时赫原本只是拿手机看了一眼直播，目光却落在了这条最新评论上。他微微侧头，正看到学生们口中的土包子因为眼睛疲累摘下黑框眼镜的一幕。他的眼睛很漂亮，手指捏在眉心时眉峰微微蹙起，有一种坚毅的破碎感。与此同时，弹幕又炸了，我看到了什么？江小莫摘了眼镜，重点不是摘了眼镜，而是大变活人。这副眼镜难道有什么魔力吗？居然封印住了他的美貌，他应该是没有化妆吧？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天生丽质？我装作擦拭眼镜，又把自己暴露在镜头之下。这道题答案是不。林燕青正拿了一道题转过头来问我，看到我尚未戴上眼镜的侧脸，后面的话直接吞了回去。什么？我装作没听清朝，他又靠近了点。而在靠近的一瞬间，我听到他砰砰的心跳声，还看到了他脸上可疑的红晕。我戴上眼镜又变成了那个朴实无华的丑小鸭。班长，你脸很红，是发烧了吗？我的目光纯净的让蹲守直播间的人都心生羞愧。跟他们相比，对所有直播事件都一无所知的我显得更加懵懂纯洁，这让心思不纯的林燕青都不好意思起来。他咳嗽一声，从失神中回过神来，正要把做完的题递给我，一旁的秦放突然发出大笑的声音，哈哈，我这次做的肯定对。眼看着江小莫的注意力被秦放吸引过去，林燕青的心莫名失落了一下。做得不错，继续加油。我看完后笑眯眯地鼓励了一下秦放，又看了看自习室的钟表，我该去上晚自习了。说完我收拾东西起身，还不忘叮嘱2个人，至于费用我只收现金，因为没有手机，所以麻烦你们有空了取一下现金就行。秦放还沉浸在做出题的喜悦中，一边看着卷子傻了，一边下意识地点了点头。就在我离开自习室时，我才发现陆时赫正抬着头看着我的方向。我愣了一下，礼貌地朝他点了点头，毫不拖泥带水地离开。这些富二代们见多了死缠烂打，我只有比他们更冷淡，才能激起他们更多的兴趣。1步2步3步，就在我快走到阶梯时，陆时赫从后面喊住了我，江小莫。他双手插兜靠在墙角，只是一袭简单白衣，却让夏夜的风也跟着清爽起来。第1次月考我不会输给你。我有些莫名，但还是点了点头。如果你输了呢？陆时赫显然没想过这个问题，他愣了一瞬，唇角噙起一抹极淡的笑，随你处置。陆同学言重了，如果我赢了，我希望陆同学能教教我英语发音，先赢过我再说吧。他下巴微抬，显然不觉得我这个乡下来的土包子能比他更厉害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我每天吃完晚饭后都会给秦放和林燕青上课，林燕青会借着感谢的名义送我一些女孩子喜欢的化妆品，或者代表着浪漫的玫瑰花，都被我一一拒绝。而秦放更豪横一些，他显然记得我没有手机的说辞，直接送了我一部最新款粉色水果手机，我都强硬的拒绝了。除了自己应得的补课费，我1分不肯多拿。你这个女生真是……秦放抓了抓自己火红色的头发，换成其他女生巴不得找我们要东西呢。我噙着一抹笑摇了摇头，你们能好好学习就是对我最好的感谢。秦放，你有没有想过把头发染黑？你还是个学生，应该有着学生的朝气蓬勃才对。我想黑色更适合你，说不定要比红色帅得多。简简单单一句话，直接让秦放疑问出声。真的，我放哥最宝贝他那一头红发了，土包子居然让他染黑。要是秦放把头发染黑，我就把自己的头拧下来当球踢。然而这个人的评论孤零零地挂在弹幕区，竟然没人附和。到最后还是一个学生看不过去，直接发了一句楼上的眼瞎是不是？没看到我放哥看土包子的眼神都能拉丝了。放哥你清醒一点，这只是个游戏，你还能真喜欢一个土包子？在学生们的一片八卦声中，陆时赫直接把手机丢在了一边。今天是周六，他冷着脸脱下衣服钻入浴室中，任冷水冲刷着身体。等到洗完澡才刚围着浴巾走出浴室，就看到抱着篮球打算出去的弟弟陆远辰。你要出门？陆远辰点了点头。朋友约我打篮球。
求晚上才能回来。你跟陆时赫原本想问陆远晨和我有什么关系，却在对方疑惑的眼神中摇了摇头，没什么，早点回来。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，我以1分的微弱优势压在了陆时赫头上。等到晚自习结束，我正要回宿舍时，却被双手环胸的男生拦住。陆时赫那双黑曜石一样的眼睛牢牢盯着我，良久才倏然一笑：江小沫，我输了。所以呢？陆时赫上前一步站在我面前看着我，周末有没有空我教你英语发音啊？好酥，我还从来没见过石飞主动出击。有生之年，我终于看到陆时赫笑了。我已经截图了姐妹们，弹幕刷了好半天才停下。我抬眸与他直视，目光清澈见底。那就麻烦陆同学了。周末我怀揣着几分忐忑敲了敲陆家别墅的大门，隐形摄像机把我抓拍得很好，连我脸上细微的紧张都一一入镜。就在我再次抬起手按向门铃时，陆时赫系着一条简单的浴巾打开了门。抱歉，刚在洗澡没听见。他的嗓音慵懒，冷白皮的手指搭在门把手上，只露出可供一人进出的缺口。我从他身侧经过时，甚至能感受到他身上的潮湿水汽。陆神，你不按套路出牌，我就问这水顶得住？陆时赫，原来你是这样的人。好福利多放送一点，争取今天就把涂小包子拿下。就在众人疯狂截屏的空档，我直接歪着头错过了陆时赫那完美的身体曲线，对着镜头外的一个方向露出惊喜的笑来。你也在啊？隐形跟拍器调节方向后，守在手机前追直播的学生瞬间激动了。陆远晨显然正要出门，在看到我后脸上也带着惊喜的笑，几步走到了我跟前。是你？我来跟陆时赫学英语，这里也是你家？我在最初的惊喜后很快冷静下来，这是我和我哥的私人别墅。被冷落在一旁的陆时赫脸上显出些皲裂来，他迅速调整了表情，步调优雅地走过来。怎么，远晨也认识江同学？这是陆时赫的疑问，同样也是守在手机直播前所有学生的疑问，因为他们除了那次直播上看见我在操场上差点被陆远晨砸到，怎么也不记得我和他有过交集。不管弹幕如何猜测我和陆远晨的关系，我只是随手勾了勾耳边碎发，晚上睡不着时偶尔会去篮球场发呆，正好看到这位同学打篮球。学校的晚自习10点半结束，直播也在10点半准时掐断，再拍下去就是女生宿舍内部隐私。只拍我还好，要是有其他女生入镜，说不定还会找麻烦，这也是他们收敛的唯一原因。陆远晨听完我的话后，赶忙点头回应：哥，江小沫打球真的超厉害，明明那么小的个头灵活的要死，要是他是个男生，我准邀请他参加校篮球队。陆远晨属于那种大大咧咧的男生，一边兴高采烈地说着，一边单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。我还没有反应，陆时赫的脸就冷了下来。远晨，江小沫是女孩子，你注意一点。陆远晨不情不愿地挪开手，脸上瞬间又带了笑。既然默默来做客，我今天干脆不出门了，一起陪你们可好？他话还没说完，直接被他哥给搡到了门外。别墅的门被砰的一声关上，哈哈哈！石飞绝对吃醋了。在一片嘻嘻哈哈声中，我坐到了陆时赫的书桌前。他已经换了一身简单的白衬衣，坐在我的身侧，我的手肘微动都会碰到他的胳膊。偏偏身边的男生眉眼清冷，捏着我的英语书时脸上都是严肃认真的模样。我的心很快沉浸到学习中去，跟着陆时赫一句一句斗英语。他是个很好的老师，不会放任一点我的错误，也不爱夸人，但就是这么简单练习，我的进步却是飞速。一眨眼半个上午过去，陆时赫的眼中终于露出点笑意。时间不早了，要不要留下来吃午饭？不了，我摇了摇头，礼貌疏离。我已经和秦放约好了一起出去玩。还有谢谢陆同学。我直接弯腰90度，大模样要多恭敬有多恭敬。陆时赫的脸瞬间黑沉下来，他目光冷扫过我真诚感激的脸，一字一句咬牙道：不谢。紧接着别墅的大门当着我的面直接咔吧一声关上了。秦放，我抱着书匆匆赶到学校附近的马路旁，就看到一个穿着清爽的少年正倚着一辆炫酷的鬼火摩托。看背影是秦放，但我不太确定，因为面前的少年有一头柔顺的黑色发丝。然而在我一声带着疑问的轻唤后，那个倚着鬼火的少年后背僵了僵，紧接着带着几分别扭转过头来，果然秦放染了头发，那头原本乱糟糟的火红色头发被染黑，打理得服服帖帖的，再配上秦放那张热血少年的脸，倒有一种少年从漫画中缓缓走出来的感觉。今天发型不错，我笑眯眯的直接上手揉了揉他的发顶。秦放个头太高，以至于我揉他的头发时下意识的往前点了点脚，近距离的接触他的脸，染了几分红。他别过头却很是傲娇的开口：想吃什么我请你。那就吃汉堡吧。我笑得灿烂，我还没吃过汉堡呢。对于这些有钱人家的孩子们来说，汉堡是垃圾食品，也是掉身份的东西。但我偏偏在说出这句话时脸上没有自卑，就仿佛在讨论天气一样自然。每个人的出身都无法选择，而我可以选择对待贫穷的态度。秦放看着我的眼神有些复杂。好，他的语气不自觉放轻，那就吃汉堡。在直播平台无数学生的围观中，我面色自若地朝汉堡店的员工递上一堆优惠券。今天是福利日，加上这些优惠券应该能省不少钱。我喜滋滋地数了数剩下的优惠券，一抬头就看到秦放那一言难尽的表情。说好了我请客，你不用替我省钱。那怎么能行？我直接开口道：无功不受禄，光算家教那份工资你就已经帮了我
我很多，我不希望欠你更多。说完，我又朝他摇了摇手里的优惠券，悄声对他说，我还有很多优惠券，这顿我请。直播平台已经笑疯了，只有我一个觉得土包子小声说话时自带喜感吗？不行了不行了，下次我也要用优惠券，太可乐了。方哥第一次追女孩子连钱都花不出去，求问同款女朋友哪里领？我突然有点 get 包子的美了纯纯的萌萌的，善良与美貌并存。随着弹幕评论的不断反转，我知道我在学生眼中的形象好了起来，但这些还不够。像江小沫这种女孩子天生边界感很强，想要跟她搞暧昧怕是下辈子也不开窍。对付钢铁直女只有一个办法，打直球。在一片嘻嘻哈哈中，一条评论直接在弹幕中飞过，加粗加黑还自带光效。没错，这条消息是我用系统发布的。上辈子我向陆时和表白是我噩梦的开始，这辈子我不主动不负责，我只是一个什么都不知道的盛世大白脸。所以就算要表白，也是他们主动迈出这一步，而我只负责拒绝。柔弱无辜仓皇的我被他们逼迫着一步步退无可退，却又不得不告诉他们，我对他们的爱一无所知，而他们这些天之骄子也来尝一尝我曾经的夜不能寐和刺骨之痛。随着这条弹幕的刷屏，4个看手机直播的男主彻底陷入沉默，而我该学习学习，该上课上课。与以前不同的是，我明显感觉到周围的学生对我态度和善，再也没有了初入学时高高在上的优越感，甚至还有一个男生课间时脸颊红红的问我，江同学，学校下月底要举办一个成人礼，到时候会有一场双人舞会，我能不能邀请你当我的舞伴？我的眼神柔和，甚至带着点鼓励。然而还不等这个男生把话说完，陆时和那清冷的声音就传了过来，不好意思，江小沫已经有了舞伴。他一边说着一边朝我走了过来，那个男生退了几步，小声应了一句就赶忙跑掉了。陆时和那双清冷的眸子直直看着我，江同学，你愿不愿意当我的舞伴？我还没有回答，一声冷笑又插了进来。陆时赫，你还真会钻空子。秦放那张斯曼脸噙着一抹冷笑，直直打量着陆时赫。而在秦放身后的是陆远辰和林燕青，他们每个人手里都有一个精致的盒子，里面是漂亮的礼服。陆远辰轻咳一声，不自然道，江小沫，我选的裙子不知道你喜不喜欢。林燕青也用她那双温柔到能滴水的眸子看着我，江小沫，不要有压力，选你喜欢的就好。到最后我一共收到了4条礼服裙，而我穿哪一条就算是接受了那个人的邀请。秦放送的裙子是一条粉色公主裙，搭配着钻石皇冠和项链，给人一种甜系糖果的感觉。林燕青送的是一条温柔白的长白礼服裙，看上去高贵典雅。陆远辰送的是一件拼接式的黑白小短裙，腰间剪裁镂空，很高级的感觉。最后是陆时赫送的裙子，火红色的裙摆像燃烧的火焰，上面嵌的碎钻在灯光下熠熠生辉。我将4条裙子直接收了起来，因为我从头到尾都没想过接受他们任何一个人的邀请。舞会如期而至，我第一次收起了自己的黑框眼镜，头发蓄了好几个月已经能利落的挽起，在造型师的手下，我的整张脸彻底暴露在学生们面前。头发被一个简单的珍珠发夹挽起，身上的裙子是我自己买的短款礼服裙，虽然简短，但很搭我清澈干净的气质。在我踏入礼堂的那一刻，所有人的目光看了过来。不是吧，不是吧，那个女孩是谁？不会是土包子吧？跟拍戏的镜头一直对着她，不是土包子还有谁？我天，这气质太好了吧，根本看不出来是乡下来的土包子。今天绝对是雄竞修罗场，没看见男神们的眼都直了。难道只有我一个人记得这只是一场游戏？在无数或羡慕或嫉恨的目光中，我深呼吸一口气，走进了礼堂内部。与此同时，4只戴着白手套的手递到了我面前，4个人异口同声地呼唤起了我，目光也都落在我身上。尤其在看清我的脸时，眼中不由得闪过一抹惊艳。人都是犯贱的，我从来都不是最漂亮的，可我以前给别人的印象就是土和丑，所以在曾经惨烈的对比下，哪怕7分的漂亮，在他们眼里都是10分。眼看着4个人眼中暗潮汹涌，我仓皇看了他们一眼，又默默朝后退了一步。但这一次4个人在见识到强大的竞争对手后，都没有后退，反而再一次上前一步。他们想要一个答案。江小沫过来。秦放朝我直直伸着手，语气不善。他从来都不是什么好脾气，现在另外3个人的出现只让他觉得烦躁。明明是他最先看到的包子，怎么能被别人抢走？我又退了一步，却不小心绊了一脚，差点整个人摔倒。小沫、陆远辰和林燕青想要扶住我，却被陆时赫抢先一步把我抱在怀里。江同学，我喜欢你。天知道他顶着一张清冷禁欲的脸说这句话时，对女生的杀伤力有多大。所以你喜不喜欢我？他眸色深深，目光扫过我的脸颊，在看到我莹润的唇时，有一瞬暗沉。有陆时赫打头，秦放一声冷笑。江小沫，别听陆时赫瞎说，最爱你的人是我。小沫，或许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对你很有好感。林燕青也温情脉脉开口。我一副如遭雷劈的模样，转过头直面陆远辰。所以你也喜欢我？陆远辰还未开口，陆时赫就勾着唇冷笑出声。喜欢。他的眸色淡淡扫过其余3人后落在秦放脸上。秦放，我记得第一个提出直播追求江小沫的人是你，而林燕青你是怎么说的？你说正好高3无聊，全当找个乐子，怎么入戏太深走不出来了？陆时赫虽然平时做什么事都是淡淡的，但骨子里是个疯批。他的冷白色手指落在我脸上，无限怜爱的抚了抚我有些泛白的唇，轻叹：江同学，看来真正认真的只有我一个呢。你放屁！秦放气得要死，他明明在意识到自己喜欢上我后直接关闭了直播，可不知道是哪个疯子又打开了，原来是陆时赫。秦放抡着拳头朝着他砸过去，因为这一重变故，整个礼堂里瞬间乱成一锅粥。我默默后退，装成不可置信的模样，从一个学生手里抢过一部手机，手机里正直播着我那张充满震惊和不可置信的脸，甚至连我卷翘的眼睫都拍得一清二楚。我的眼睫颤了颤，唇色越发白得渗人。回
回头看了一眼乱成一团的4个人，最后决绝地跑了出去。正在看直播的学生见土包子顺着大楼一路往上跑，最后坐在了楼顶边缘的位置，他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，像一个失去生气的完美木偶，垂着双眼直直盯着楼下的方向，而他的腿就搭在大楼的边缘位置晃荡着，仿佛随时都能掉下去。楼下的学生越聚越多，站在最前面的是陆氏和他们4个，他们像4个守护公主的王子，只有我知道，他们骨子里是4个不折不扣的恶魔，曾经眼睁睁看着我去死的恶魔。可笑的是，现在的他们像曾经的我一样求而不得。江同学，你在干什么？陆氏赫的眼神泯灭，抬头向上看时，整个人显得沉着冷静，唯有离他最近的人才能看清他不断颤抖的手。现在下来，我可以当做什么事都没有发生，你也不想你整个高中被毁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一抹白色的影子就从高处直直坠落，砰的一声，鲜血球开沾上他的裤脚，他身旁的秦放腿一软，直接转过头吐了。不过18岁的少年，再张狂也不可能在没有心理准备下直面一滩血肉，而那滩血肉还是他心心念念喜欢的女生。陆时赫望着自己裤脚上喷溅的血痕，目光空洞的可怕，他眨了眨眼，大脑一片空白，甚至不明白刚刚发生了什么。周围的惊呼声山呼海啸一般涌来，良久，他睁着眼直直倒了下去，正砸在喜欢的女生身上，这将是他们一辈子的噩梦。我的灵魂从破败的身体上升起，冷漠地看着4个男生像表演哑剧一样痛哭失声，哪有什么死而复生，不过是重走一遍曾经的路罢了。而我这次为他们未来的生活加了一点料。系统冷冰冰的声音响起，直播结束，宿主执念散了，你该去投胎了。他们会怎么样？自然是法律的惩罚，还有无尽的阴影。随着系统的话落，我看到了10年后的他们。10年后的陆时赫依然身形清朗，但他眼底的阴郁和偏执却像吐信的毒蛇，每盯上一个人就让人没来由的心底打颤。一个巨大的行李包拖到郊外，潮湿的泥土混合着腥气，被铁锹翻搅着露出原本的模样。铁锹下隐隐可以看到老旧行李袋的一角，新的行李袋被并排放进去，拉链随着他冷白的手指扯开一角，行李袋里露出与陆时赫一模一样的一张脸，可惜没了血色，是个实打实的死人。陆时赫将拉链拉上，开始往袋子上砸土，等到地面被一点点铺平，他才丢下手中的铁锹，坐在原地轻轻冷冷的笑。第3个了，他捂着额头笑得破碎又绝望。无数次梦魇我都梦到了你，梦到你睁着无辜的眼问我为什么，哪有什么为什么，只是一眼喜欢而已。梦里的你跳着脚背单词那么鲜活，以至于我常常想，如果没有那场直播，你会不会喜欢上我？最近我总有一种错觉，我看到你向我表白，我明明想答应，可总是言不由衷的对你说，喜欢我是你自己的事，跟我无关。我冷眼看着你被网暴，冷眼看着你跳楼的新闻，只有我知道那不是我。江同学，我是不是病了？大概吧。他看着自己瘦成一层皮的手指，蓦地轻笑一声，我把那3个欺负你的人都杀了，你会不会原谅我？我好像也活不长了。人呐，果然不能做坏事。警笛声由远及近，陆时赫似有所感，朝着虚空中我所在的位置瞥了一眼，咧着嘴突兀地笑了下，从系统影像中抽出身来，我不再看地面上的人群一眼，走吧，去平行世界一个没有他们的地方。宿主，确认记忆删除吗？确认。